家里给的红包多少钱？我的父母每年会给我1000啊。Yeah. 你会不会觉得很 common 有钱人来用他们的 network？ 当然 Oh my god！ 不可以 date 女生的 income 比我高。哦，你是那种。欢迎来到 Face to Face， 这是黑咖喱全新系列。我们邀请了来自2个对立阵营的嘉宾，一起聊平时不太容易开口的敏感话题。每一轮，嘉宾会抽出一张卡牌，然后用手中的棋子表明立场，再进行讨论。今天的主题是家境好 versus 家境普通。我是雪梨 ，if 我 positive 我讲我普通 ，if 我negative 我讲我不是很有钱啊，like 我的家是 OK HDB of course， 我的 parents 是 like 小贩，so 我懂我穷是因为我小时候 like 90% of 我的 family's quarrel is about money， 所以 not that well off。我是 Sebastian 文贤，14岁我突然搬家，可是那时候父母也没有讲为什么搬家，从一个HDB 搬到一个更小间的 HDB， 然后车也没有，然后后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老爸听朋友去乱投资股票，然后那个股票 market crash， 开始就是过着比较 frugal 的一个 lifestyle， 然后我16岁开始，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做工咯，做厨师，做waiter，做什么都做 warehouse， 就做到今天了。我名字是 Ines 陈欣，我觉得我的背景比较好，我从小到大就是住在一个房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象到钱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小时候我想追求的爱好，我爸爸妈妈就是立刻说哦，你可以去游泳，可以做 gymnastics， 可以去追求 judo 这种东西，让我有一个很幸运的 childhood。我是 Erica 殷勤，我家庭背景比较好，我的父母会说，如果那个补习可以帮助你，就可以去，你不要关心会多会少钱。所以我认为自己比较幸运。你们的零用钱多少啊？在学校还是外面？你2个都有啊？在学校每个星期会有25块，但是我在外面花钱的时候，爸爸给我他的 credit card， 他说我是个乖孩子，所以我的父母知道我不会乱七八糟去花钱，所以他们相信我。我的家境影响我的自信。1、2、3。我非常同意 right， 因为我每次feel 很 embarrassed， 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懂我穷。One very big example that I always remember is 是鞋子的问题。你懂我们小时候小学 all this need to buy shoe right， 每年我们的脚都会长大，所以我听到我 parents 一直吵钱的问题。有一年我就觉得OK 不要买鞋，但我懂我的鞋很紧哦。But I just don't want to buy 啦。另外一个是textbook 的问题。小学你有没有去那个 recycling bin 啊 ？Right， so 那个 textbook when 第一天上学，全部人的是很 new 很 thin 的，连我的是很 thick， 因为人家 fold 过highlight 过那种。我不要给人家看我的 textbook 很丑，我觉得 that affected 我的自信很多。When I go with my friends， 我们不会 compare 哦，你有多少钱？哦，你不可以跟我做朋友这样。Maybe because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a good group of friends that 他们不会 judge 你有多少钱。那你呢？我的 reasoning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我的自信不是从有钱还是没有钱来的，是因为小时候我父母每次鼓励我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去 gymnastics 的时候，去游泳的时候，我要尽量去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这个想法就是让我对自己有多一点自信。所以跟你家境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去鼓励我好好做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比较好，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些机会，才让我自信更高。我赞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家境可以取决你可以失败几次。that's so。You know我的家里很有钱，我可以失败很多次。对。我的家庭没有很有钱的话，我可能没有失败的机会，我就会想说，我一定要去 succeed。你没有那种 safety net。Yes, I must make it work 咯。我的家境影响我成功还是不成功？1、2、3。你先开始。
我不赞同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我的家庭背景比较普通，可是就是因为当初的这个普通，让我早点变成大人，所以可能导致我现在在我的朋友群里当中，可以算是比较成功的。明白明白。所以我就不觉得说 family 这个经济能力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功的 level， 反而我会想，就是如果我的家境当初很有钱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的成功哎。所以有影响啊，是一个 inverse 的一个 relationship， 因为你的家庭背景没那么好，是让你变成一个有更多 skills 的一个人，这就是你的家庭背景在你生活里的影响。哦，明白吗？明白。明白，你说的也没错了哈，所以我应该移过来是吗？对。influence。口味嘞？你看，我听你的。我是赞同，我记得我tuition我 quit halfway， 因为不够钱。那个tuition是很好的，一个月我记得来3000 ，is like my parents 的 salary。I saw how 他们 teach，and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一个很普通的 tuition， 真的有差。所以我觉得没有钱真的是too bad 咯，你不可以有那个 premium 要上当啊 education。对我来说，成功就是2个部分：家庭背景让你有一种 connections，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努力。所以我没有非常赞同。你会不会觉得很 common， 有钱人来用他们的 network？ 当然，Oh my god！ 我看了好多，就是连 internship 连工作，他们也就是不用想了。他们已经 settle 好了。比如我小时候去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需要 ballot 来的，但是我能立刻进去，是因为我妈妈以前是从这个学校来的。如果我从7岁、6岁那年已经有了我家庭背景的这一个帮助，我觉得到了找 internship 的时候，我可以问我爸爸，他知道某一个人需要有 opening 吗？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有比较有钱的朋友，我能跟这些比较有钱人 network 在 I don't know 家庭的 family gatherings 的时候，对吗？我觉得就是长大找工作的时候，这就是那种 mechanism。但是如果要 nuance 一点，我也觉得这些有钱的家庭，他们有时候会让他们的孩子有一种压力，就因为他们从小就告诉他，你长大的时候你要做 ABC， 我已经让你好好 plan 出来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讲的就是成功，我觉得背景好了肯定是比较容易。我认为家庭背景一定会影响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知道我爸爸小的时候很穷，他只有母亲，因为爸爸被 murdered 了啊。Long story short， 他9岁的时候没有爸爸了，我的阿嬷要每天工作16个小时。then 他要照顾4岁的妹妹，然后我的爸爸独自在家，还要做工，还要学习。但是他今天从很穷的小时候到今天变成很 successful。I really look up to him a lot。and 我知道钱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有那个 determination， 有那个 grit， 你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没有放那个非常赞同，但是it still plays a part in the passion that you would like to pursue when you grow up. 因为如果我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钱帮我 fund my activities， 因为我小时候有学很多东西跟他一样，有跆拳道、跳舞、唱歌，还有画画。如果我没学到这些东西，对吗？我今天可能不会演戏，不会做跆拳道，不会做我现在媒体的工作，不会 pursue my passion. Based on what you all said, I still think that 家境不应该会影响个人的成功，因为一般上人家会 relate 家境普通就比较难成功。你永远 trap 在那个 cycle 里面。我身边有朋友家境很好，可是喜欢赌啊 ，everyday just don't live well。我觉得家境好也不一定会成功。我真的要成功，那跟我家境没有关系，跟我自己有关系。刚刚有说到16岁开始打工嘛。我的中学不错的 ，L1 below 10，可是没有去 JC， 也没有 complete 我的 Poly。我记得我 defer a few sem， 因为 school fees 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给自己这个 pressure。我不想要跟他们拿tuition fee，所以我就做工了。我记得我以前读 Poly 的时候，10点开课，我可能开到下午4点，我就去做工，做 restaurant， 6点到10点 ，after 10点去做 pub。11点到3点，再回家休息2个钟，再继续读书。哇，我很佩服你。我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哦。对，我家境可能普通吧，我可能已经
觉得我 live the dream that 我当时候想要 live 的两个家境不同的人 right what will set them apart的hunger 咯。我觉得没有钱的 mindset righ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有钱的 mindset so to be successful right 我的爸爸就会讲你勤劳一点啊，你读多一点书。我看我爸爸来这么努力做工，我会觉得 t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 like 你需要做很辛苦的工 to get money. But maybe to 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is like you need to work smart, you need to network, talk to the right people. After a certain age where 我已经思想比较成熟，我觉得我可以改，可是 it takes a lot to change 那个 mindset. OK， 钱比热忱更重要。1、2、3。哇 ，OK， 哇 Interesting. ，4 different views。我其实以前是很赞同钱比热忱重要。我最近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我的生意失败，然后我要回去做工，我会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还是我会做一个帮我赚到钱的工？我现在给的这个想法不赞同，是因为如果我今天需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一份工作的可以让我每天很期待去上班的那种感觉。我可能会看到我的 colleague more than I see my family. So that job better be a job that 会让我开心。不然的话明白就没有这个意义了。其实对我来说，永远不想期待去工作。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期待去工作，我觉得你喜欢狗狗吗？因为我遇到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狗，然后他 leave 他的 high paying job， 就做一个 groomer。但是让他很开心。对咯，他就很天天期待咯，看过对咯。可能你还没有找到，可能是，可可能能是。如果你生活的时候只要追钱，这样你不可以真的活得开心，因为 you only live once and life is an experience, you know. Like, let's say doing business 我很讨厌，但是因为有钱我要做。Then it's like you spend 5 days a week working. Are you really living the life that you want? 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可以生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就可以了。Of course， 你要有一点钱，但是你不用 an excessive amount of money。最重要的是你开心，你身体健康，还有你做喜欢的东西。我赞同 money matters more 啦 for sure because 没有钱怎么吃？你要在社会上的某某地位 to say that passion is more important. You need to at least cover the bases 啦，6 months emergency. But 我觉得如果你还小，你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or like bills to 还，可以追那个 passion 先 ，maybe 可以成为一个来钱。我现在27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到那个年龄where我会 choose 钱，因为你有自己的责任。passion 是我觉得一个 like word that 我听到有一点 like because like 不是每个人可以 like 有 passion 是一种 luxury。 yeah Then what's your current job? content creator 没有很多钱有热忱吗？有热忱，可是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也是 struggle a lot with it。我是给自己 set 一个 timeline，so by this time 我没有赚到这个，然后我会回去 office job。我放了，非常赞同。你放非常赞同啊。对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要看热忱，如果我没有钱，我不要看热忱，就是我要 cover 我的 basis。然后我觉得我50岁、40岁赚了好多钱，养了孩子，有一个家庭的时候，我才可以找我的热忱。我也觉得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热忱真正是什么。我觉得我要老一点，我要有多一点生活经验，我才可以好好找出让我很有热忱的一种东西，然后用我的钱，用我生活中的经验去好好 pursue 它。所以我现在年轻 body like 健康的时候去工作，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不是你很想做的，可是赚很多很多钱，去做，just 去做，你会做吗 just 去做。的意思。 As long as like 它不会让我 like uncomfortable， 比如来做 like adult scene Against morals, yeah. against 我 morals， 你会不会怕like 你老了，然后你没有力去做你的 passion？ 有钱就有力。有钱就有力。Okay. Honestly, I didn't expect this from you because your family is well-to-do. 其实我觉得我家庭背景好，但是我们的家庭态度不是那种我要钱的时候我可以去问。我和我哥哥心里知道家庭是有钱，但是我们两个性格比较喜欢靠自己。你的红包
when 你从小 OK ，Do you think 是你的钱还是你的父母的钱？当然是我的钱啊。我觉得比较有钱的人会这样想。That's why when 我的朋友我问他，诶，你储蓄有多少？然后他跟我讲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我讲哈，你真的自己存了咩？然后他会讲来，对啊，我从小我的红包 money 全部放。Then I say 来哈，that's not your money right？因为赌我是来我的父母给别人红包。So whatever 我 collect right， 我需要还给他们。 Really？ 你很懂事，你真的很懂事。I thought that was the norm， 所以他们给我的我收，可是 the rest 那个 all the relatives 真的要还给他们，因为 if not they no money。我相信我遇过的这么多朋友，你是第一个。不是我的父母讲你要还我，我们一直听到他们吵架。哇，今年要包几千，这样我们 spend 几千，我的姐姐就会讲。OK， 全部人收了，今天还。我的红包钱也是给父母的。It feels like a shared pool of money that we all have。我要花的时候，我就要问他，他就会让我用他的 credit card。说到红包，我想问，家里给的红包多少钱？你们先开始。我的父母对我们很好，所以他会给100 each。我记得在我的爸爸就是股票很好的时候，他连邻居都给100-200块的。我有过就是可能收到300-500的红包钱，哇有。然后到了后面就是可能50块、100块。我的父母每年会给我 each 会给我1000each， 但是这个钱 same thing will go into 我们的 like shared bank thing。So it's not really like 我会花那个1000块，是他们给我 as a symbol of like good luck, have a like good year to go。我爸爸妈妈一起给的就是50，然后从我婆婆就是200。这就是我最大的。我能看出我们两个态度是不同。我觉得我的钱是我的钱 ，versus 你会还给你父母，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真的是差别可能是很大。我从小就是不用想爸爸妈妈需要我的钱还是需要钱的这个问题，所以好像我就是比较自私。如果我天天就是听我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有这个钱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会有跟你一样的一种态度。Read it。你看对。我不能接受和我收入差距很大的人谈恋爱。乌啦啦 1, 2, 3。最 extreme 的，非常 OK 非常不同意。因为从一个 more privileged background 的人来讲 ，right， 我不用我的 future partner 有很多钱你要赚很多钱才可以 marry 我，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两个人都赚很多钱 ，right，I assume 我们都会很忙 ，very focused on like career and job， 然后不会有那么多 bonding time。Find a person with a good personality 是比较重要的。不过他很没有钱，他非常穷，但是你真的很爱他。呀，我会爱他，因为他是你的 partner， 你要爱他，你不要爱他的钱。20岁讲爱呀 ，OK。What if 你需要给他钱 OK 我 I mean if 你 OK， 永远要 support 他 financially， 我觉得 OK，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工作，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帮我的家庭、我的 future 孩子和我的 husband，I will be the breadwinner of the family， 我是 OK 的。他只要帮我照顾孩子，不要 abuse 我就可以了。OK， 你现在看 camera right？ 你的 number 是什么？好像是新的啊？我是 single，我没有 relationship 过。你觉得你的父母会 OK？ 你 bring home 一个很穷的。我的父母从小对吧？他告诉我，你只要做你喜欢的东西，开心就好，健康就好。所以我认为我有什么男朋友就可以。你先带回家，你才 update 我们吧。我很 honest 讲，我不可以，因为太有钱我不可以，太穷我也不可以。我觉得 about the same is the best。OK， 因为我有 date 过一个男的，他是算比较有钱。我有culture shock， 我进去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家庭炒的东西 is 很 different。It's more of 他们吵，爸爸没有帮我买 Chanel bag， 他帮我姐姐买。Oh, that's crazy。因为我会说，我就会觉得很 out of place。then 出去吃饭，他们restaurant 是 norm。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结婚 then 我们的每天的东西都要
in-depth discuss。要去 reconcile 你们两个不同的 correct habits 啦。因为我们怎么if 有孩子，你要怎么教？因为我又觉得很没有钱，很穷，是比较可以接受 than 很有钱。因为比较穷是我比较可以 relate，as long as 他努力这些 OK。但我觉得如果很穷到那种他自己有很大的负担，maybe 父母叫他 support。Before 我跟他谈恋爱，我当然会三思，to be very realistic 啦。我不会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会跟你，我会想很多。你会 practical 一点。不赞同，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年轻，这个 life stage 里面，我看的不是你手里赚多少钱，是你我看是哇哦，看他父母有 home owner， 不是，我看的就是你个人的性格和态度，就是跟他说一样，如果你有自己心里的一种 hunger， 一种 ambition， 不管你现在赚多少，如果你心里就是有那种期望，那种我长大之后，我老的时候我要赚钱，我有一种 goal， 一种plan for 自己的 future，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种东西。比如我男朋友他20多岁而已，我觉得看他赚多少钱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赚的钱很容易变得很少，也容易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有一种我想成功，我想赚钱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就是比较重要。我为什么会放在不赞同跟赞同的中间？是因为我可以 date that income is lower than me， 但我不可以 date 女生的 income 比我高。哦，你是那种。可是我想先说，这个不是一个 ego 的 issue。我觉得不是的原因是因为我从第一个感情到现在，我很喜欢给。provider。对 ，and 我给的是我有一个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就是我喜欢照顾。So I think in my past few relationship 都是我给的比较多，可是我很喜欢给的感觉。可以给我吗？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No。我曾经在就是 single 的时候，我有遇过social circle 比较高的人，我觉得很自卑嘞。I feel am I doing good enough？ 我可不可以 live up to 你的 expectation？ 因为不一样的 social circle 真的是有不一样的 expectation 的。我有喜欢过家境很好的人，他们可能出去吃个饭就是 restaurant， 就是送一个 Chanel bag 很正常。Example。But for me， 买 Chanel bag 给我的 ex-girlfriend 可能要存1年的。So even till today， 有遇到很多家境比较好的人、有钱的人，我还觉得有一个距离感，我不敢接近。可以做朋友咯，可以 hang out。哇 ，I mean to take the first step to喜欢不敢，明白。我宁愿努力，也不想靠关系成功。好，3、2、1。你们两个好像每一局都是这样。我觉得非常不同意。如果有 connection， 我会 take it，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很累。In the next life， 我要靠关系。很简单呢，我不懂我靠关系会不会 happy 啦？但我觉得我会啊。我认为如果是从 connections 会得到我的 goal， right， 我会感觉自己 not good enough。所以 if I cannot get it through my own hard work, I don't want it, because it feels like 我不 deserving of it。有钱人讲的话。I think 我小时候有这种想法，我所要的我要自己去努力去得到。但是我 tasted nepotism 之后我明白了。我觉得我不管了，我要赚就要赚。我长大了之后，我好像 accept 得了，在这个世界里找 connections 就是最容易的一条路。So long as 我做的东西不会contribute 我的 morals， 不会让我后悔，我就可以了。如果你用你的那个 connection， 但你拿走这个人的机会，你会不会 feel bad？ 我不要想象这个。而且如果你真正的问我，我不要伤了一个很自私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新加坡里的一个 reality。It's true。如果我用了那个 connections，then 前一天他们就告诉我，有那个人来了，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 connections 比我更大，比我更好，因为我们的 economy 就是这样 competitive， 就是没有办法。
So true。我认为 like making connections is also a skill set on its own. Yep. So it's 对 not just like 我的爸爸知道这个人，可以 like 你自己 connect 得到。Like at events, 你跟别人一起 talk and then 当然 and all those. So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我是那个赞同的 right, connections are still important. 我会选择不赞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有没有 connection 都要努力。connection 它只是一个 way 而已，你还是需要努力，人家才会想要帮你。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奶茶品牌，所以我要 try my best to go inside shopping mall， 很多 mall 都不要 reply 我。就是因为可能你品牌小，我不懂你会不会生存在这个 competitive 的 industry 里。So until 我回想起来，我认识一个 ex director of 一个 hospitality group， 就打给他，我就说，我 recently 我开了这个品牌，我寄一点给你跟你 family 喝，然后他 accept 啦他 accept 我的这个 gesture， 因为他可能在以前认识我的时候，他看到我努力，所以他才会认可我的这个人，所以他才愿意帮我。所以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可能是未必会帮你，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对，可能我的爸爸很有钱，我爸爸的身边的朋友都很有钱，可是他看到我每天喜欢赌东西，你觉得他们会帮我吗？应该不会。connection 重要吗 ？Yeah，in this current society，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少走一些比较长的路。对，express lane。Yeah，express lane 啦。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你们两个 connection。那我呢？ I think 他的LinkedIn 就是最有 value 的。Sorry。我听你们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是 maybe 比较悲观，来 maybe 比较没有自信。我觉得你也是没有超级好的家庭环境，对 ，but 你的 mindset is like far superior. It's like 你很 positive， 我还 stuck 在那个 like low income mindset。like 你们两个的 mindset 也是蛮不同的，所以我会 like after today reflect 吧，and like 看我要怎么 get out。你也doing well 的哦。对啊，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听到你们三位的分享，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So I'm just happy that I met you guys and got this exchange. So sweet。我从你们学到了很多，like 比如我从他学到，可能我要少一点 cynical， 多看待生活中的热忱。我最佩服你就是你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我在一个比较好的背景长大，我没有那种很大的一个hunger，这就是我一定要学的一种态度。谢谢。然后我从你学到的就是要懂得孝顺父母，不管你手里有多少钱，你想的永远就是你父母。虽然我们的 grouping is like 2-2 right， 但是我们的 views 很不同。是 1v1v1v1。对。但是 I see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one. 我想回家 reflect on my own views also because what you have said is like so insightful. 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多多点赞。订阅和分享。拜拜。 See you again. Hey, never exchange Instagram. Come back.